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检方指控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挑起与朝鲜的军事冲突，美国向黎巴嫩提供支持，帮助其解除真主党武装。参议院通过预算妥协方案，结束美国政府停摆。德国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指向乌克兰军事单位，这造成了欧洲的分裂。苹果将谷歌 Gemini 集成到 Siri 中，提升了 App Store AI 的收益。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挑战案，维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国工程师开发出用于定向能应用的卫星供电系统原型。朝鲜支持的黑客对韩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发起协同网络攻击。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讨论加沙非军事化计划。以色列议会推进对恐怖分子处以死刑的法案。欧盟提议修改隐私法，以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据政治报报道，欧盟委员会2024年明确表示，不打算在2028年前重新开放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修订。尽管欧盟已通过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但拒绝调整 GDPR 以配合 AI 发展。这一决定在科技界引发争议。讽刺的是，两套法规严重冲突。AI 法案鼓励数据训练 ，GDPR 却严格限制数据使用。Meta 等科技巨头因合规问题在欧盟暂停 AI 计划。意大利对某 AI 公司开出1500万欧元罚单。科技公司抱怨左手鼓励创新，右手挥舞大棒，这让人想起2018年 GDPR 刚实施时的混乱。企业花费巨资合规，却严重影响创新。如今 AI 时代同样的冲突再次上演，欧盟会因此在 AI 竞赛中掉队吗？科技分析师警告，僵化法规可能让欧盟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后者的 AI 企业正快速发展。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则坚称 GDPR 与 AI 法案可以共存，关键在于执行力度而非修改条款。检方指控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挑起与朝鲜的军事冲突。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韩国检方对总统尹锡悦提起内乱罪指控，但焦点并非挑起朝鲜冲突，而是2024年12月3日深夜宣布的紧急戒严。检方认定尹锡悦为内乱头目，指控他与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合谋，动员军队控制国会。这场仅持续6小时的戒严让韩国陷入宪政危机。戏剧性的是，尹锡悦宣布戒严的理由是抵御朝鲜威胁，实际目标却是国内反对党。调查显示，他从2023年底就开始筹划。2024年4月国会选举惨败后，更频繁提及。戒严当晚，朝鲜毫无动向，特种部队却被派往国会。这让人想起1979年全斗焕以类似借口发动政变。如今尹锡悦支持率仅17%，面临弹劾调查。政治豪赌会有何后果？宪法专家指出，若内乱罪成立，尹锡悦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甚至死刑。韩国民主将经历严峻考验。美国向黎巴嫩提供支持，帮助其解除真主党武装。据乌克兰 RBC 报道，美国在2025年7月向黎巴嫩提出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提议，承诺提供经济援助。此前，以色列与真主党在2024年11月达成停火协议，要求真主党从南部撤军。8月7日，黎巴嫩内阁批准了美国方案的原则，同意逐步结束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军事存在，但强调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停止空袭并完全撤军。世界银行估算，黎巴嫩战后重建需要110亿美元，但这笔交易充满讽刺。真主党多位部长愤然退席抗议，发表声明称这是向美以低头的屈辱，表示将视提议为不存在。更荒诞的是，以色列根本没履行停火协议，原定60天内撤军，如今已过期数月，仍驻扎在5个据点，还每天空袭黎巴嫩南部。这让人想起2006年联合国1701号决议，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结果真主党不仅没解除，反而越来越强大。这场外交博弈能成功吗？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真主党就不可能放下武器。美国的提议更像是一厢情愿。沙特阿拉伯已培训超过100万公民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其中女性参与度最高。
据阿拉伯媒体遭亚报道，沙特阿拉伯正推进大规模 AI 培训计划，作为2030愿景核心部分，沙特启动1000亿美元的超越计划，投资数据中心 AI 研发和人才培养。沙特数据和人工智能管理局与华为、IBM、英伟达等巨头合作，开发阿拉伯语大语言模型，培训本土 AI 人才。值得关注的是，沙特女性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变化。传统上，沙特女性就业受限，但2030愿景目标是将女性就业率从2017年的17%提升至30%，实际2022年已达37%。如今，女性不仅成为高铁司机、航天员，还大量进入 AI 等高科技领域。这在1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当时沙特女性连开车都被禁止。沙特用石油财富压住 AI 转型，同时用科技就业推动社会变革。这场豪赌能成功吗？经济学家认为，沙特面临人才短缺和技术依赖挑战，但如果成功，将成为资源型国家转型的样板。5. 参议院通过预算妥协方案，结束美国政府停摆。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在2025年11月达成协议，结束长达40天的历史最长政府停摆。此前因两党在医疗补贴等预算问题上僵持，导致10月1日凌晨政府资金耗尽。停摆期间，约75万联邦雇员被迫休假，数千航班取消，4200万人的食品援助面临威胁。最终，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与共和党妥协，同意先重启政府。共和党则承诺在12月前就医保补贴投票。这场闹剧充满荒诞。民主党14次投票反对重启政府，坚持要先解决医保补贴。共和党声称先开门再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导致停摆，却都无视民众苦难，机场人满为患，核武器工厂被迫关闭。这让人想起2018到2019年那次35天停摆，同样因预算扯皮。美国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政府停摆已从例外变成常态。下次停摆还会远吗？政治学家警告，只要两党继续将政府当作博弈筹码，停摆闹剧就会不断重演。6. 特化的脑免疫细胞为阿尔茨海默病治疗带来希望。据金融控制报道，纽约市立大学团队在2024年12月《神经元》杂志发表突破性研究，揭示阿尔茨海默病关键致病机制。研究聚焦大脑主要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发现它们既是大脑健康的第一响应者，又可能成为神经退化元凶。团队识别出一种新型暗色小胶质细胞，这种变异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脑中数量是健康人的2倍。更关键的是，机制发现，当小胶质细胞受压力激活 ISR 通路后，会制造并释放有毒脂质，直接损害神经元。在小鼠实验中，阻断 ISR 通路或脂质合成能防止突触丧失和tau蛋白聚集，这让人想起癌症免疫疗法的突破，同样是通过调控免疫细胞功能，而非直接攻击病灶。过去30年，针对淀粉样蛋白的药物研发几乎全军覆没，如今转向免疫调控带来新曙光，这能成为治疗转折点吗？神经科学家认为，若能开发出特异性药物，阻断小胶质细胞的有害转化，有望减缓甚至逆转病情。7. 邓迪和美国外科医生使用机器人进行世界首例远程中风手术。据 BBC 报道，英国邓迪大学和美国外科医生团队完成全球首例机器人远程中风手术。手术中，医生通过远程操控机器人进入患者脑血管，疏通被血栓堵塞的动脉，整个过程患者保持清醒。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中风患者无需转院就能获得顶级专家治疗，尤其对偏远地区意义重大，每延误15分钟，大脑就会老化约4年。这场手术充满戏剧性对比，传统中风治疗窗口仅 4.5 小时，患者常因转院延误错过最佳时机。如今外科医生可以坐在数千公里外操控机器人完成手术。更讽刺的是，这项技术10年前就存在，但因监管限制、责任界定、网络延迟等问题，迟迟未能临床应用。这让人想起1954年首例器官移植突破后引发的伦理争议。技术创新总是先于制度准备。远程医疗时代真的来了吗？医疗专家认为，技术已成熟，但法律法规仍滞后。未来10年将有更多远程手术突破。
8. Visa 和 Mastercard 就长期存在的交易费纠纷达成和解。据荷兰新鹿特丹商报报道 ，Visa 和 Mastercard 就长达10多年的交易费反垄断诉讼达成和解，同意向美国商户支付数十亿美元赔偿金。这场诉讼始于2005年，商户指控两大支付巨头合谋设置过高的刷卡手续费，每年从商户身上榨取超过900亿美元。和解协议还要求两家公司降低交易费率至少3年，并允许商户向使用信用卡的顾客收取附加费。这场和解充满讽刺。Visa 和 Mastercard 控制着美国超过80%的信用卡市场，商户根本无力抗衡，不接受信用卡意味着失去大量客户，接受则被迫支付高额手续费。更荒诞的是，这笔费用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商品价格普遍上涨2%到3%。这让人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前银行业的垄断乱象，监管者姗姗来迟的行动往往只是罚酒3杯，这能真正保护商户利益吗？反垄断专家警告，和解金只是冰山一角，只要双头垄断格局不打破，商户和消费者仍将持续被收割。9. 香港科学家研发出新型成像技术，无需麻醉即可拍摄清醒小鼠的大脑图像。据有趣工程报道，香港科学家开发出革命性脑成像技术，能在小鼠完全清醒状态下拍摄高分辨率大脑图像，无需麻醉。传统神经科学研究必须给动物麻醉才能进行脑成像，但麻醉会严重改变大脑活动，导致研究结果失真，就像研究人在跑步时的生理机能，却非要让他躺着。新技术使用超快激光和先进光学系统，能追踪清醒小鼠大脑中每个神经元的活动。这项突破意义重大，却也充满争议。一方面，它能让科学家观察真实的大脑活动，特别是研究记忆形成、情绪反应等必须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过程。另一方面，动物福利组织质疑，长时间固定清醒动物是否比麻醉更残忍。这让人想起神经科学发展史上的伦理困境：1950年代电击疗法，1960年代裂脑手术。科学进步往往伴随道德代价，这能带来脑科学革命吗？神经科学家认为，清醒成像将重写教科书，但技术成熟尚需5到10年，且必须建立严格伦理规范。DeepSeek 研究员警告称，人工智能可能在10到20年内取代大部分工作岗位。据商业内幕报道，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研究员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在10到20年内取代大部分工作岗位。DeepSeek 凭借其低成本高效能的 AI 模型震惊业界，用不到传统大模型1%的成本达到 GPT-4 水平，引发全球 AI 格局巨变。研究员指出， AI 正从替代重复性工作扩展到创意、分析，甚至编程等高技能领域。白领岗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预警充满讽刺意味。10年前 AI 专家还说创意工作永远无法被替代，如今 AI 已能写小说、作曲、绘画，甚至编写代码。更戏剧性的是，最早被冲击的反而是那些曾被认为最安全的白领工作，律师助理、会计师、客服。这让人想起19世纪工业革命，机器取代手工业者引发卢德运动，工人愤而砸毁机器。如今 AI 革命更迅猛，社会来不及调整，人类还有什么工作无法被替代？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情感交流、创造性解决问题和伦理判断的工作相对安全，但社会必须尽快建立 AI 时代的新经济模式。11. 德国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指向乌克兰军事单位，这造成了欧洲的分裂。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德国检方对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指向乌克兰军事单位，这一结论在欧洲引发巨大争议和分裂。北溪管道爆炸曾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所为，但德国调查发现证据指向一个乌克兰特工小组使用租来的游艇携带炸药完成袭击，此事让欧洲陷入尴尬境地。如果盟友乌克兰是凶手，欧洲该如何反应？这起事件充满地缘政治的黑色幽默。爆炸发生时，欧洲几乎一致认定是俄罗斯自断手臂破坏自己的管道。如今调查矛头指向乌克兰，让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陷入两难，追究责任会削弱对乌支持，不追究则纵容盟友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这让人想起二战后的冷战格局，盟友之间也充满背叛和猜忌。德国损失巨大，失去廉价俄气后能源成本飙升，如今发现可能是盟友所为。欧洲会公开指责乌克兰吗？地缘政治专家认为，欧洲大概率会和稀泥，既不公开指责乌克兰，也不深究真相，以维持反俄统一战线。12. 苹果将谷歌 Gemini 集成到 Siri 中，提升了 App Store AI 的收益。据科技战略分析网 Stratechery 报道，苹果将谷歌 Gemini AI 集成到 Siri 中，标志着两大科技巨头罕见的深度合作。这一整合让 Siri 能力大幅提升，用户可以通过 Siri 直接调用 Gemini 的强大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更关键的是，这为苹果 App Store 带来新的 AI 收入模式，开发者可以在应用中集成 Gemini 功能，苹果从中抽成。这笔交易充满商业计算的精明。苹果在 AI 竞赛中落后于谷歌、微软和 OpenAI， 自研 AI 进展缓慢，与其烧钱追赶，不如直接合作。谷歌则通过这笔交易将 Gemini 送进10亿台 iPhone， 一举扳回在移动 AI 市场的劣势。更讽刺的是，苹果一边与谷歌深度合作 AI， 一边在欧美反垄断案中指控谷歌滥用市场地位，这让人想起苹果与三星的关系，法庭上死敌，生意场上最大客户。苹果能在 AI 竞赛中逆袭吗？科技分析师认为，苹果的生态和硬件优势仍在，但 AI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长期隐患。13. 欧洲利用宇航员废弃物开发微生物蛋白，用于太空任务。据金融控制报道，欧洲航天局正在开发一项革命性技术，利用宇航员的废弃物培养微生物蛋白，为未来长期太空任务提供食物来源。这项技术将人类排泄物、食物残渣和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可食用的单细胞蛋白，形成闭环生命支持系统。研究人员表示，在火星任务等长期太空旅行中，这种技术能大幅减少携带食物的重量和成本。这项技术听起来充满科幻感，却也引发争议。一方面，它解决了太空探索的重大难题，去火星往返需要2年，携带足够食物重量太大。另一方面，让宇航员吃经过处理的排泄物，心理障碍能否跨越？这让人想起电影《火星救援》中主角用排泄物种土豆的情节。如今科幻正在变成现实，地球上已有公司用微生物蛋白生产人造肉，但原料是糖类而非废弃物。太空食物革命能实现吗？航天专家认为，技术上完全可行，但需要克服心理障碍。未来10年内可能在国际空间站测试。14. Meerkat 望远镜在星际彗星 3i Atlas 中探测到羟基。据西班牙国家地理报道，南非 Meerkat 射电望远镜在星际彗星 3i Atlas 中首次探测到羟基分子。这是继2019年 Oumuamua 和2020年 Borisov 之后，人类发现的第3颗星际彗星。羟基是水分子分解的产物，这一发现证实星际彗星携带着水和有机物质，支持了生命起源的星际播种理论。3i Atlas 以每小时超过20万公里的速度穿越太阳系，整个观测窗口仅有数周。这一发现充满宇宙学的浪漫和讽刺。科学家兴奋地宣称，这证明水在宇宙中无处不在。但讽刺的是，地球上数十亿人仍缺乏清洁饮用水。更戏剧性的是，这颗星际彗星来自几光年外的恒星系统，携带着其他太阳系的信息，却只给人类数周观测时间就匆匆离去。这让人想起2017年 Oumuamua 引发的轰动，有人甚至猜测它是外星飞船，如今看来只是宇宙中无数冰冻天体之一。星际彗星能告诉我们什么？天文学家认为，每年可能有数颗星际彗星穿越太阳系。随着望远镜技术进步，未来将发现更多。15. 3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能阻止百日咳传播的疫苗。据爱尔兰审查报报道，都柏林3医学院研究人员开发出新型百日咳疫苗，能够真正阻止病菌在人群中传播，而非仅仅预防症状。这是疫苗研发的重大突破，因为目前广泛使用的百日咳疫苗只能减轻症状，无法阻止感染者将病菌传播给他人。新疫苗在动物实验中显示，能完全阻断百日咳杆菌在鼻腔和呼吸道的定植，从根源上切断传播链。
这项突破揭示了现有疫苗的一个尴尬真相。全球儿童接种百日咳疫苗已有几十年，但近年来疫情反弹，每年仍有约1600万病例。原因是现有疫苗采用无细胞技术，虽然副作用小，但保护力度不够，接种者自己不发病，却可能成为隐形传播者。这让人想起新冠疫情初期的困境，疫苗能防重症却难阻传播。1950年代使用的全细胞百日咳疫苗效果更好，但副作用大被淘汰。如今科学家试图找回失去的保护力，新疫苗何时能上市？免疫学专家估计，新疫苗需要5到10年临床试验，但如果成功，将彻底改变百日咳防控策略。16. 各大公司投资建设林哈尔斯核电站的新反应堆。据瑞典工业日报报道，多家能源公司联合投资在瑞典林哈尔斯核电站建设新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这是瑞典自1980年代公投决定逐步淘汰核电后的重大政策转向。新反应堆采用最新的安全设计，发电能力是传统反应堆的1半，但建造周期更短，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瑞典政府表示，为实现2045年碳中和目标，核电是不可或缺的清洁能源。这一决定充满政治讽刺。1980年，瑞典在三里岛核事故后公投决定放弃核电，成为绿色能源转型的先驱。40多年后，绿色能源却遭遇瓶颈，风能、太阳能不稳定，电池储能成本高昂，瑞典不得不重新拥抱核电，而且这次连绿党也改变立场支持。这让人想起德国在福岛事故后激进弃核，如今能源危机下追悔莫及。全球核电正在复兴，连比尔盖茨都投资新型核反应堆，核电文艺复兴来了吗？能源专家认为，气候变化压力下，核电是唯一能提供稳定清洁集合电力的选项，未来10年将迎来建设高峰。17. 瑞士通过新协议重新加入欧盟研究计划。据瑞士广播公司报道，瑞士与欧盟达成新协议，重新加入地平线欧洲科研计划，结束长达2年的科研合作僵局。此前，因瑞士拒绝签署框架协议，欧盟将瑞士降为第3国地位。瑞士科学家无法参与欧盟资助的重大科研项目，损失高达数十亿欧元科研经费。新协议是双方妥协的产物，瑞士同意部分接受欧盟规则，欧盟恢复瑞士的完全成员国待遇。这场博弈充满欧洲一体化的矛盾，瑞士想享受欧盟单一市场和科研合作的好处，却不愿接受欧盟的政治约束，试图既吃鱼又不想被刺卡喉。欧盟则坚持没有免费午餐，要么接受规则，要么出局。僵持2年后，双方都承受不起损失，瑞士科研机构抱怨人才流失，欧盟也需要瑞士的科研实力，这让人想起英国脱欧后的困境，离开欧盟容易，重新谈判却困难重重。瑞士模式还能持续吗？欧洲问题专家认为，瑞士樱桃采摘式的欧洲政策越来越难维持，长期看可能被迫全面融入欧盟。18.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挑战案，维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据法国《世界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一起挑战同性婚姻合法性的案件，实际上维持了2015年 Obergefell 诉 Hodges 案确立的同性婚姻全国合法化。这起案件由保守派宗教团体提起，声称2015年裁决侵犯了各州权利，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先例。但由于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下级法院支持同性婚姻的判决继续有效。这一决定让保守派大失所望。特朗普任命的3位保守派大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保守派原本期待法院会像推翻罗素韦德堕胎权一样推翻同性婚姻权，但最高法院这次选择了克制，可能是考虑到同性婚姻已经在美国社会获得广泛接受，民调显示超过70%美国人支持，这让人想起最高法院在社会议题上的钟摆效应。1960年代激进进步，2020年代保守反扑，但并非所有进步都会被推翻。同性婚姻权利安全了吗？宪法学者认为，虽然这次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但同性婚姻权利仍可能在未来案件中被挑战。19. 中国工程师开发出用于定向能应用的卫星供电系统原型。据乌克兰科技新闻网报道，
中国工程师成功开发出卫星供电系统原型，可为太空定向能武器提供强大电力。这套系统采用高效太阳能电池板和超级电容储能技术，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巨大能量，为激光或微波武器供电。虽然官方称这是科研项目，但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这是太空武器化的重要一步。美国太空军对此高度关注，称中国正在改变太空游戏规则。这一技术突破充满太空军备竞赛的阴影。表面上这是供电技术进步，实际上为太空激光武器扫清了最大障碍——能源供应。太空中没有大气层保护，激光武器效果远超地面，但需要巨大电力。这让人想起1980年代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当时因技术不成熟而流产，如今技术障碍正在被逐个突破。更讽刺的是，各国嘴上都说反对太空军事化，实际上都在秘密研发太空武器。太空会成为新战场吗？军事专家警告，太空武器一旦部署，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且太空战争没有赢家，碎片云会摧毁所有卫星。20国际奥委会考虑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国际奥委会正在审查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政策，考虑收紧规定，甚至全面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竞赛。这一转变源于多起争议事件，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在游泳、举重、自行车等项目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引发不公平竞争质疑。国际泳联已率先出台禁令，要求运动员在12岁前完成性别转换才能参赛，实际上等于全面禁止。这场辩论充满政治正确的两难。一方面，跨性别权益活动家认为禁令是歧视，剥夺了跨性别者的运动权利；另一方面，女性运动员抱怨生理男性抢走他们的奖牌和奖学金，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这让人想起1960年代性别验证的争议，当时要求女运动员接受染色体检测，引发巨大反弹。如今争议更复杂，我们该如何定义女性？是染色体、激素水平，还是自我认同？科学、伦理、政治纠缠在一起，体育界能找到平衡方案吗？体育伦理学家建议设立开放组别，让跨性别运动员参赛，但这被批评为隔离和歧视。21朝鲜支持的黑客对韩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发起协同网络攻击。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网络安全部门发现朝鲜黑客组织发起大规模协同攻击，同时针对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窃取敏感信息。这次攻击采用新型恶意软件，能绕过传统安全防护，感染设备后潜伏数月收集信息。韩国政府称，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官员、国防企业员工和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已有数千台设备被感染。朝鲜方面否认指控，称这是毫无根据的诽谤。这场网络战争充满朝鲜半岛的冷战色彩。朝鲜在传统军事力量上劣势明显，但网络战能力却突飞猛进，用极低成本对韩国造成巨大威胁。更讽刺的是，朝鲜国内互联网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上网，但朝鲜黑客却是全球顶尖高手，专门攻击别国网络。这让人想起1950年代朝鲜战争，半岛南北对峙70年，战争形势从热战变成网络战，韩国高度数字化反而成为弱点，越依赖网络越容易被攻击。网络安全困境如何破解？网络安全专家认为，防御成本远高于攻击成本，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只能通过隔离和备份减少损失。22考虑患者的体弱程度和年龄有助于改善胰腺癌治疗。据医学快讯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在制定胰腺癌治疗方案时，综合考虑患者的虚弱程度和年龄，能显著改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传统上，胰腺癌治疗采用一刀切方式，所有患者接受同样强度的化疗和手术，但研究显示，对于虚弱的老年患者，激进治疗反而加速死亡，温和治疗配合姑息护理效果更好。新方法通过评估步速、握力、疲劳度等指标判断患者虚弱程度，制定个性化方案。这一发现揭示了癌症治疗的一个残酷真相，有时候不治疗比过度治疗更好。胰腺癌是癌症之王，5年生存率不到10%，但医生和家属往往不愿放弃，不断尝试各种治疗。对于虚弱患者，
化疗的副作用可能比癌症本身更致命。这让人想起生命末期的医疗选择这个永恒难题，我们是该尽一切可能延长生命，还是该保证生命质量？更讽刺的是，美国医疗系统在生命最后1年花费了总医疗支出的25%，很多钱花在了无效治疗上。癌症治疗该如何选择？肿瘤学家呼吁，应该让患者和家属充分了解各种选择的利弊，而非默认最激进的治疗方案。23. 科学家揭示变色龙独特的视神经，使其能够独立进行眼球运动。据物理学网报道，以色列科学家揭示了变色龙能独立转动2只眼睛的神经机制。研究发现，变色龙的视神经与大脑连接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脊椎动物，每只眼睛的神经独立传输信息到大脑不同区域，两侧大脑几乎不交流，这使得变色龙可以一只眼睛盯着猎物，另一只眼睛警戒天敌，实现真正的一心二用。更神奇的是，当变色龙决定攻击时，2只眼睛会瞬间聚焦到同一目标，实现精准的距离判断。这一发现让神经科学家惊叹不已。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的2只眼睛必须协同运动，由大脑统一控制。变色龙进化出完全不同的系统，打破了大脑必须整合信息的教条。更有趣的是，变色龙的大脑并不比其他爬行动物更大，却能同时处理2个完全独立的视觉场景。这让人想起章鱼的神经系统大脑和8条触手各有独立神经节，挑战了中央处理器的大脑模型。这能启发 AI 研究吗？计算机科学家认为，变色龙的并行视觉处理机制可能启发新型 AI 架构，突破当前深度学习的瓶颈。24. 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讨论加沙非军事化计划。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华盛顿会面，讨论加沙地带战后非军事化和重建计划。库什纳提出的方案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建立国际监管机制、大规模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开发。更引发争议的是，库什纳的房地产公司有意参与加沙滨海地带的开发项目，将其打造成中东的迪拜。巴勒斯坦方面强烈反对，称这是趁火打劫和殖民计划。这场会面充满利益冲突的讽刺。库什纳以特朗普特使身份谈论加沙和平，同时又以房地产开发商身份盯着加沙的商业机会。批评者指出，加沙230万民众流离失所，基础设施被摧毁，库什纳却在谈论豪华海滨度假村，这让人想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公司大举进入重建市场，被批评为灾难资本主义。更讽刺的是，库什纳在特朗普第1任期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如今却声称要解决巴以冲突。加沙和平有希望吗？中东专家认为，在不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前提下，任何重建计划都是空中楼阁。25. 泛美卫生组织敦促区域采取行动，因为美洲失去了麻疹消除地位。据泛美卫生组织报道，由于多国麻疹疫情爆发，美洲地区正式失去2016年获得的麻疹消除地位，这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倒退。美洲是第1个宣布消除麻疹的地区，如今却因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疫情卷土重来。委内瑞拉、巴西、美国等多国报告麻疹病例激增，其中很多是进口病例，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从其他地区带回病毒。泛美卫生组织呼吁各国紧急提高疫苗接种率至 95% 以上。这一倒退充满公共卫生的讽刺。麻疹疫苗安全有效且价格低廉，美洲曾用20年努力消除麻疹，如今却因疫苗犹豫功亏一篑。反疫苗运动在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让很多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导致卫生系统瘫痪也是重要原因。这让人想起小儿麻痹症的故事，本来有望在2000年全球根除，却因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战乱和宗教抵制而卷土重来。传染病不会在乎国界，一国防控失败会威胁全球，麻疹会再次肆虐吗？流行病学家警告，如果疫苗接种率继续下降，美洲可能面临大规模麻疹疫情，儿童死亡率将显著上升。26. 以色列议会推进对恐怖分子处以死刑的法案。据比利时自由报报道，以色列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法案，允许对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判处死刑。
这项法案由极右翼政党提出，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获得广泛支持。目前以色列法律仅允许在极端情况下判处死刑。实际上，自1962年处决纳粹战犯艾希曼后，再未执行过死刑。新法案将大幅降低死刑门槛，甚至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缺席判决。法律专家和人权组织强烈反对，称这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权。这项法案充满复仇政治的危险。支持者声称这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反对者警告，死刑不会减少恐怖主义，反而会制造更多烈士，激发报复。更危险的是，在战时仓促通过的死刑法往往被滥用。谁是恐怖分子？标准是什么？缺席判决如何保证公正？这让人想起美国91秒后的关塔那摩监狱，在反恐战争名义下侵犯人权的黑历史。以色列曾是唯一判处艾希曼死刑的案例，一直保持克制。如今右翼政府却要打开潘多拉魔盒。死刑能威慑恐怖主义吗？犯罪学研究表明，死刑对恐怖分子没有威慑作用，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怕死，反而会激发更多暴力循环。27. 欧盟简化农民繁琐的官僚程序和检查流程。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欧盟委员会宣布简化共同农业政策的行政程序，减少农民需要填写的表格和接受的检查。这是对2024年初欧洲各国农民大规模抗议的回应。农民开着拖拉机堵塞高速公路，抗议繁琐的环保法规和行政负担。新政策将减少约 25% 的报告要求，引入数字化申报系统，并放宽部分环保限制。农民组织欢迎这一改变，但环保组织批评欧盟在压力下开倒车。这场改革充满欧洲农业政策的矛盾。欧盟一边推行雄心勃勃的绿色新政，要求农业减排，保护生物多样性，一边又发现农民根本无力承担合规成本。一个典型农场主每年要填写数百页表格，接受10几次检查，违规罚款动辄数万欧元。这让人想起欧盟臭名昭著的香蕉曲度法规，为统一市场制定了无数荒诞细则。如今面对农民造反，欧盟不得不后退。更讽刺的是，欧盟一边要求本土农民严格环保，一边从南美进口不受管制的农产品。欧洲农业政策能平衡吗？农业经济学家认为，欧盟必须在环保目标和农民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否则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